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简报。独家分析：中国金融监管框架大改革解决什么问题？华尔街日报：中国的城市在数万亿美元的债务下苦苦挣扎。彭博社：中国将削减中央政府雇员人数5%，工作将重新分配给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欢迎阅读今天的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来自中国的最新新闻和发展。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关注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日益紧张，中国与数万亿美元债务的斗争，以及中国对其金融监管制度的全面改革。我们还报道了德国禁止中国电信运营商在 5G 网络中使用某些组件，中国公司转向瑞士筹集资金，以及中国决定是否在与乌克兰的冲突中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此外，我们还探讨了中国几十年来最低的增长目标以及它对该国未来的预示。以下是今天的独家见解：中国金融监管框架改革解决的问题。之前的文章中，我列出了中国金融体制现存的7个问题，包括： 1. 包容性不足，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主要的服务对象为国有企业，大量的中小私营企业贷款较难。 2. 政出多门，中央银行、银行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都可以监管和干预金融机构。 3. 监管缺失，一些业务，特别是金融创新业务，监管没有覆盖到。 4. 猫鼠一家，由于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很容易勾结，即便监管做到了全覆盖，也很难落实到位。 5. 缺乏灭火机制，当金融风险爆发时，没有特定的部门和机制去应对和处理风险。 6. 缺乏一个框架，让权力最高层垂直向下做到对金融监管部门的统一领导。 7. 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交织，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中国的地方政府积累了大量的银行债务。今天中国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重塑了中国的金融监管框架，着力解决了上述第2、3、4个问题。不久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部门也要做机构改革，应会解决上述第5、6、7个问题。待信息发布时再做解读。新的监管框架有效解决了政出多门的问题。问题2，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的中央央行对金融机构微观层面上的经营和业务可以直接监管，这与负责金融机构监管的中国银行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保监会的职责重叠。此次机构改革基于银保监会成立了新的金融监管机构，叫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央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涵盖了中国主要的存贷款类金融机构的日常监管职责。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划入了新的金融监管机构，中央银行不再对金融机构进行微观层面上的监管、微观审慎监管，而将专注于宏观层面，如货币政策制定、流动性、支付系统、宏观审慎监管、外汇等等。同样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国有银行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发生过技术性破产，由财政部注入资本才起死回生。财政部作为许多国有金融机构的实际控制人，也可以影响和监管这些金融机构。此次机构改革提到了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将相关国有金融资产划入国有金融资本受托管理机构，由其根据国务院授权统一履行出资人职责。这意味着财政部将不再代表国家，作为大量国有金融机构的实际控制人，未来将无权对金融机构进行微观层面上的干预。新的监管框架也解决了监管缺失的问题。问题3，举例来说，中国有大量不叫银行的金融机构，比方说信托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租赁公司，都在做银行的吸收存款和贷款的业务。大量的资金也在不同金融机构资金流动，原有的监管框架没能做到全覆盖。新组建的国家金融监管局统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监管，强化穿透式监管和持续监管。这就意味着一笔资金在不同的金融机构资金流转，新的监管部门可以彻底追踪，不存在监管覆盖不到的地方。
在新的监管框架中，证监会与国家金融监管局的边界也进一步明晰。证监会原有的投资者保护职责划入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负责监管的证券公司所做存贷款业务，国家金融监管局通过上文提到的穿透式监管，也可以全部覆盖，不再存在监管真空。事实上，这次改革中，证监会的规格降低了，由国务院组成部门变成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务院组成部门的领导是由总理提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能够参加国务院办公会议和常务会议；而国务院直属机构的领导则由总理直接任命，可以列席国务院的办公会议和常务会议，但是没有发言权。此前不久，中国推行了股票发行注册制，证监会将股票发行审批权下放给了证交所。这一改革意味着符合条件的企业将无需通过证监会批准，可以更容易的上市融资，这将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和科技创新产生深远影响。或许是作为补偿，此次改革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原来负责的企业债券发行审核的权利划归证监会。无论怎样，未来证监会的权责将主要包括：一、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监管；二、企业债券发行审核。新的监管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监管机构和被监管机构猫鼠一家的问题。问题四，未来所有的监管机构，包括中央银行、新成立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及这些监管机构的分支机构、派出机构均使用行政编制，工作人员纳入国家公务员统一规范管理，执行国家公务员工资待遇管理。这意味着未来的金融监管机构将受到纪检监察部门的全覆盖监督，违规犯罪成本增加。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介绍的只是政府层面的金融监管框架改革。上文提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层面，也要做相关机构改革，涉及到金融监管框架。待这一层面的机构改革方案公布后，读者才能看清新的金融监管框架全貌。我届时将跟进分析解读。本文作者李卫军，中国简报特约分析专家。纽约时报，中国领导人罕见的直言不讳，指责美国的遏制造成了麻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批评了他所谓的美国主导的围堵和压制运动，并警告说这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位中国领导人的直接做法标志着北京言论的广泛转变，反映出他正在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更多对抗和竞争做好准备。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也捍卫了北京的回应权，指责美国在乌克兰的冲突升级，并呼吁对中国采取不那么对抗的立场。华尔街日报，中国外长称与美国的关系有可能陷入冲突。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警告说，美国的对华战略有可能使两国陷入冲突。秦刚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责美国在搞新麦卡锡主义，并赞扬了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这些评论是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直接针对美国，斥责华盛顿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遏制、包围和压制的一天后发表的。华尔街日报，中国的城市在数万亿美元的债务下苦苦挣扎。中国的地方政府正在努力应对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积累的数万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了土地销售的急剧下降和零 COVID 运动的成本。2/3的地方政府面临着突破非官方债务门槛的风险，大约1/3的大城市仅在支付债务的利息方面就很困难。分析师预测，尽管可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但增长将在数年内受到损害，导致服务减少、工资削减和基础设施投资减少。一些中国分析家认为，中国政府不愿意做出改变，比如实施财产税，以筹集更多资金。彭博社，中国全面改革金融监管制度以控制风险，新机构将负责监督除证券以外的所有行业。根据周二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的一项计划，中国正在建立一个扩大的国家监管机构，以加强对其60美元的金融系统的监督。新的监管机构将吸收银行和保险监管机构，监督除证券以外的所有金融行业，并将从中央银行接管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督，
如蚂蚁金服集团。这些举措是习近平主席进行的更广泛的政府改革的一部分，并将使共产党对该行业有更牢固的控制，并集中关键的政策决策。改革后，中国银行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将不复存在，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将成为直接隶属于国务院的政府机构。彭博社：中国将削减中央政府雇员人数 5%， 工作将重新分配给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的一项政府改革计划，中国计划将中央政府部门的职位数量削减 5%， 将工作重新分配到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此举是习近平主席为精简官僚机构并使政府更有效率所做努力的一部分。中国还宣布了重组科技部的计划，以更好地分配资源，实现科技的自力更生，并通过设立一个扩大的国家监管机构来加强对其金融系统的监督。这次调整是1998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日经新闻：加拿大官员将审查中国的选举干预行为，特鲁多将任命特别调查员，作出公开调查决定。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表示，他将任命一名特别调查员来决定是否需要对中国干预加拿大选举的报告进行公开调查。特鲁多还要求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有关这一问题的机密信息。上个月，《环球邮报》援引身份不明的情报来源报道，中国倾向于让特鲁多的自由党在2021年的选举中连任，并努力击败被认为对北京不友好的保守党政治家。特鲁多说，独立特别报告员将建议是否适合进行调查或司法审查。财新网：沪港深通名单新增1000只股票。上海、深圳和香港的证券交易所扩大了其跨境交易项目，增加了1000多只股票，其中近40%是新增的。这将使国际投资者可获得的 A 股总数达到3623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证券监管机构在12月同意扩大股票连接计划中合格股票的范围。南向交易的扩大将包括在香港主要上市的外国公司的股票，如欧舒丹、Samsonite、眼梅澳洲和柬埔寨的 Naga Corp。这些公司是恒生综合指数的成分股或市值至少为50亿港元 ,6.37 亿美元。路透社：全球需求减弱，中国出口再次下滑。中国1月和2月的出口和进口下降，反映出国外需求疲软，并支持政府对全球经济放缓将阻碍中国从大流行病损害中恢复的担忧。在此期间，出口同比下降了 6.8%， 而进口下降了 10.2%， 大大超出了民意调查所估计的 5.5% 的下降。中国半导体进口的暴跌表明消费电子出口市场的萎缩。该数据是全球商品需求恶化的结果，因为出口下降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韩国和越南等其他亚洲主要出口国。路透：德国将禁止中国的华为和中兴使用部分 5G 网络。据报道，德国将禁止电信运营商在 5G 网络中使用中国公司华为和中兴制造的某些部件，此举是为了解决安全问题。该禁令可能包括已经建在网络中的组件，要求运营商拆除和更换这些组件。德国政府尚未对该报告发表评论。到目前为止，只有英国和瑞典禁止华为和中兴供应关键的 5G 网络设备。批评华为和中兴的人说，他们与北京安全部门的密切联系意味着将他们嵌入移动网络可能会让中国的间谍接触到重要的基础设施。英国《金融时报》：中国公司选择瑞士而非美国和英国进行海外融资。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和更严格的审计标准，中国公司不愿意在美国和英国上市，因此正在转向瑞士筹集资金。根据 SIX 的数据，去年有9家中国公司通过在苏黎世上市融资32亿美元，而只有5家公司在纽约融资 4.7 亿美元。瑞士当局对公司审计的要求不那么严格，据说还有几十家中国公司正在考虑股票通计划，该计划将上海和深圳的股票市场与苏黎世的主要市场联系起来。公司可以根据该计划发行全球存托凭证。金融时报专栏文章：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有一个决定性的选择。中国正面临着是否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艰难抉择，因为后者在与乌克兰的冲突中缺乏弹药。
如果中国决定向俄罗斯提供支持，这将被视为一个信号，表明他认为与美国的竞争加剧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能是可取的。然而，如果他决定不向俄罗斯提供支持，这将表明中国仍然认为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是可以控制的，而且全球化可以得到拯救。北京的专家们了解向俄罗斯提供弹药的风险，但一些官员有理由考虑这样做，比如中国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以及被削弱的俄罗斯可能会进一步孤立中国。英国《金融时报》：中国几十年来最低的增长目标预示着谨慎时代的到来。中国领导人为2023年设定的增长目标仅为 5%， 是几十年来的最低值，落后于去年 5.5% 未能达到的目标。尽管最近的高频数据显示活动迅速恢复，但其他指标显示出更深层次的系统性挑战。考虑到房地产危机、全球利率上升导致的出口下降以及 COVID 限制带来的后遗症，政策制定者对高目标的担忧不如对另一个令人失望的读数的威胁。今天的中国简报就到这里。通过中国简报了解来自全球各地与中国有关的最新新闻、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综合和总结了来自不同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囊团、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根据您感兴趣的领域，提供易于获取和具有关键价值的信息。我们了解掌握与中国有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使这些信息为我们的读者所理解。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6do.world，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有关的最新新闻和发展。谢谢大家收看，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